我和堂弟同时来到御兽阁，选择兽人妻子，一头战力强悍的赤焰狮和一条受伤濒死的白蛇。堂弟自小受江家万千宠爱，毫不犹豫选了强大的赤焰狮，而我心疼兽人命运可悲，选了那条受伤的白蛇。谁能想到赤焰狮孤傲厌恶人类，堂弟百般驯服也没让赤焰狮认主，而我的白蛇妻子温柔小意，不光贴身服侍我，还施展医术治好了我残疾多年的双腿。再后来，堂弟嫉恨我会争抢家产，便设计车祸害我致死。重新睁眼，我竟然重生到了御兽阁那天。这一次，堂弟抢先选了孱弱重伤的白蛇，而我却只是笑着收下赤焰狮。我的好弟弟，这条有毒的美女蛇，你就慢慢享受吧。在我即将继承家主之位的前夕，我乘坐的车辆意外出事，我在剧痛中失去意识。我那一向温柔可人的白蛇妻子白素从阴暗处走出，对着我的尸体面露狰狞。可惜啊，江晨。只是被撞死，真是便宜你了。你原本应当痛不欲生的死于我蛇族秘术才对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白素所有的孱弱和臣服都是装的。她是为了蛇族复仇，一早便要算计害我。我不死于未争家产而害死我的堂弟手上，也会死在他的手上，多么可悲！原来所有我最亲的人都想我去死啊！此时的我刚重生到御兽阁这天，堂弟江宇正坐在我身旁，而大伯在给我们兄弟讲述着今日前来的目的。江晨、江宇。等下竞技便要开始，你们还有1刻钟时间挑选。选定的兽人是要作为妻子的，一定要慎重。大伯话音落下，我便看向御兽阁里那10多个被铁链束缚住的兽人。每年御兽阁主都会从各地兽人族里掳来大量兽人，然后将他们放在御兽场中，为夫人上演竞技以寻乐子。大多数的兽人进了御兽阁都会死在这里，只有少部分被夫人选去饲养的能逃过一死。兽人无论男女，武力值都很强大。而我江家产业以军火生意为主，极重武力，才会定下男女子嗣成年后挑选兽人为伴侣的族规。就在我发呆之际，江宇兴奋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我选好了，我要这条白蛇！”我惊讶看向他，以江宇的倨傲和好强，必然会选择场上最强的兽人，可他竟然选了白素。此时白素跟上一世一样，周身伤痕累累，蜷缩在最角落。听闻了江宇的话，大伯眉头皱成川字：“江宇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那白蛇看着就弱小，如何能辅助你？”江宇不依不饶：“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我就是要这条白蛇，我就要它。”这种眼神，江宇，看来你也重生了。我和江宇是堂兄弟，我比他年长1岁。原本我少年天才，是大伯最看好的继承人。可12岁那年，仇家寻仇，绑走了我和母亲。我以断了双腿的代价，才侥幸从魔窟逃出。母亲便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死在了仇家手里。大伯虽然疼爱我，但江家世代经营军火生意，最为看重子嗣武力。我虽有天赋，可就此成了只能坐轮椅的残废。于是我被大伯放弃，转而培养起了江宇。现今江宇不过一撒娇，大伯也就只好无奈应下。爸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依你吧。江宇欢天喜地的举起拍卖牌：“我的了，这白蛇终于是我的了！”哈哈哈哈哈！很快，工作人员上来收了钱后，恭恭敬敬带下来，将人塞给了江宇。白素垂着眼眸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跪下来给江宇行了大礼：“小少爷，我叫白素，谢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”好，小美人儿，快起来，我的未来可全指望着你了。好一副郎有情妾有意的感人戏码。我忍不住一阵的冷笑：“好弟弟，这条有毒的蛇，你就好生当成宝贝宠着吧。我真的很期待你知晓真相那一天。”随即将目光投向一旁站得笔直的赤焰狮烈焰身上。上一世他被江宇选走，现今既然无人要，他便由我来吧。我选这只赤焰狮。狮族五感敏锐，我话音刚落，他如烈火般孤傲的眸子便向我扫来，眼眸里的神情是愤恨，是不服。江宇听了我的选择，毫不掩饰的大笑嘲讽道：“我的好堂哥，谁不知道狮族最是孤傲难驯？你看看他那个眼神，像是要把你撕了。你准备如何让他服你？难道靠你那对没用的腿吗？”旁边的大伯沉吟着，脸上也露出不赞同的神色。我没理会江宇的嘲讽，目光灼灼地看着大伯。大伯，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保证，我能有办法驯服赤焰狮。许是心中的愧疚让大伯心念动摇，他定定看了我几秒后点了点头。于是我挥手举了牌子，以全场最高的价格买下了烈焰。回到江家府邸后，江宇晚饭也不在主宅吃，迫不及待就拉着白素去了他的别院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便听到别院里传来江宇的惨叫声，
随后，仆人们拿着各种止血救治的物品，从他的别院进进出出。管家福伯急得满头大汗，跑来跟尚在用餐的大伯汇报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江宇少爷刚才拿刀把自己弄伤了。”什么？大伯一拍桌子站起，面前的汤碗洒落在地，他急匆匆把管家一把推开，就快步往外走。刚走出主宅没几步，便迎面看到江宇跟没事人一样走来。江宇，你没事吧？江宇掀开上衣，露出里面毫发无伤的皮肤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别大惊小怪的。我刚才不过是想测试一下这白素到底有几分本事。大伯审视的眼光看向站在江宇身旁，低眉顺目，一副弱不禁风样子的白素。他这才温言细语地跟大伯解释说：“我是蛇族这一代医术最高强的白蛇，我的眼泪能疗愈百伤，再重的伤，在我这里都能恢复如初。”啊，你竟有这番本事！江宇脸上露出得意神情，忍不住炫耀道：“大伯，我一早便说了，我的选择绝不会出错，就是不知道堂哥选了天资那么好的赤焰师，到底能不能好好利用啊？”说话间，两人目光朝我瞥来，因为刚才事发突然，府邸里的仆人几乎都跑去了江宇那边。大伯走得急，而烈焰又赌气任性，不愿意帮我推轮椅，我只好自己一人扶着轮椅，狼狈地出了主宅，好半天才赶到大伯身后。对比江宇的春风得意，我这个没人帮扶的残废就凄凉了些。大伯看着我狼狈的样子，鼻腔里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江家的儿郎竟连一个女人都训不住。”江宇乐意我被训，但脸上做出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。堂哥也是不愿的，还是给他些时间吧。说完，众人纷纷离开，将我晾在原地。只有跟在江宇身后的白素路过我时，暗自朝我瞥了一眼。他已经尽力将自己扮作软弱无力的绵羊，但我还是一眼能看出他眼底的阴霾。我忍不住在心中冷笑，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更顺利。上一世我发现白素有强大的疗愈能力，是在1个月后的一次交易上。对方是多次交易的老顾客了，却在当天竟然想黑钱吞货。我坐在轮椅上根本跑不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匕首插入腹中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必死，却没想到白素突然大哭起来，泪水落在我的伤口处，血肉一点点治愈。后来我是在江家府邸自己的宅院中醒来，白素告诉我是她施展蛇族的医术救回了我，同时她还告知我他们蛇族一族的秘术，不光能治好我的双腿，还能让我拥有堪比兽人的体质。上一世的我听到能摆脱残废，立马同意让白素施展。后来我奇迹般的恢复健康，还变得体格无比健壮。大伯惊喜于我的转变，加之我原本就天资聪颖，便一步步夺回了多年来江宇从我手中拿走的权利。可我的苦心经营最后却败在了白素手上，他那能使人变强的秘术本就是幌子。在他的设计下，不出半年，我便会全身溃烂爆体而亡，并且还查不出丝毫能证明他下手的罪证。如今这样会害人的秘术，江宇还上赶着让白素施展，才把人接回江家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找死是吧？半个月后大伯寿宴，邀请了8方的生意伙伴前来江府一聚。这半个月江宇几乎都没有出过江家，整日闭门跟白素在别院里练着什么。等我再次在宴会上见到他，他整个人已经改头换面，胸膛和手臂的肌肉几乎快要把西装撑破，宽肩窄腰，大腿健壮，就连个子也高出了几寸。宾客们看到江宇都惊呆了，一个跟大伯熟识的商人看着江宇感叹：“老江，你家江宇这是2次发育了吗？怎么见着跟半年前大不一样了？”其他宾客也凑过来奉承：“是啊，这身板这体格，比我见过的一些兽人都壮实。江总，你这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”大伯被恭维的红光满面，拍着江宇的肩膀，神情满意：“江宇，你自己跟大家说说。”江宇侧身一让，这时候众人才看到在他高大身体后还藏着个羞答答的女人，正是打扮得楚楚可人的白素。江宇拎小鸡似的将白素揽在胸前，一把抱紧炫耀：“呵呵，这是白素，我妻子。她可是蛇族里的神医，我这健壮的体格啊，都是她调养出来的。”白素扑在江宇身上，害羞的脸都涨红。“江宇少爷，这么多人在呢，害羞什么？你都是我女人了，抱一下又怎么？”江宇把白素抱得更紧，得意之色更显。白素也露出一副臣服听话的模样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羡慕道：“以往都听闻不少兽人有绝技，没想到这样的宝贝被江小少爷收着了，真是美事一件啊！”“是啊，看来咱是只能干看着，羡慕江小少爷了。”江宇被夸得飘飘然，眼神瞥到在一旁跟众人欢快气氛格格不入的我，他脸上露出坏笑，故意将众人注意力转向我：“我这算什么？我哥选回家的兽人才叫厉害呢！都知道狮族骁勇善战，而我哥选的可是狮族里最为勇猛的赤焰师，好好驯服了，那才叫一大助力。”众人这才把视线转向我。方才江宇的白蛇兽人就已经有如此惊艳的能力了。众人听到他这样夸我的赤焰师，不由得心生期待起来。那江大少爷怎么今儿不把赤焰师带出来，给大家伙开开眼啊？对啊，
听说品相好的赤焰师千金难求，我也想见见呢。我迎着众人期待的目光，却无法回应他们。这半个月以来，烈焰依旧我行我素，丝毫不愿听我所令。今天寿宴更是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哪里能将他找来？公众宾客一看，大伯见我沉默不言，脸上的喜色淡了些。他瞧见我是独身一人来的，开口询问道：“江晨，烈焰人呢？”我准备如实回答：“大伯，烈焰他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个仆佣急匆匆地跑进宴会厅。我认出那仆佣正是江雨院里长期服侍的，他焦急给门外的人打着手势。我朝内处一看，竟然是4、5个高大的仆佣，正压着捆绑住手脚的烈焰进来了。烈焰呲牙咧嘴地挣扎着，头上的圆耳都化形了出来，想必是遭受了毒打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烈焰大吼着，可那几个仆佣充耳不闻。我坐着轮椅不便上前阻止，冷下脸质问江雨：“堂弟这是何意？”江雨露出无辜嘴脸望向大伯：“大伯你瞧，哥还怪上我来了。”他做出苦口婆心样子解释：“这赤焰师烈焰啊，桀骜不驯，光这小半月就逃跑了足足15次。要这是我的兽人，必定是抓一次毒打一次。可哥哥倒好，自己的兽人不驯服也就罢了，还任由他跑。刚才我听我手下仆人提起烈焰又跑了，急忙就遣人帮你抓回来了。哥哥不谢谢我帮你解围，反倒怪我，这有理吗？人类对于兽人的驯服一向以打压为宗旨，不听话的兽人被活生生打死的例子多的是。”其他宾客听了江雨的解释，纷纷觉得有理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江家两子亲儿子能靠着兽人出尽风头，但侄子居然连基本的驯服都没做到。一番对比高下立见，大伯见宾客们议论纷纷，顿时觉得丢了颜面。他挥手叫来仆人下令：“来人，把这个不服管教的兽人押下去打50大鞭。”我心中一急，连忙阻止：“大伯，烈焰毕竟是我的兽人，处置他的事情能否交给我处理？”“哦，你要怎么处理？”我沉思片刻，还是决心直言心中想法。大伯，在我认为，人类应该把兽人也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。打压和驯服并不能真正让兽人臣服，而是需要去理解他们的所想所愿。胡闹！大伯彻底黑了脸，冷哼着阻止我说的话。而堂弟也大笑出声，毫不顾忌有外人在场，当众嘲笑我说：“哥哥这番言论也真是闻所未闻。这般同情兽人，是不是因为你本身残疾低人一等，才有如此感悟啊？”好好的一场寿宴便这样不欢而散。事后，烈焰还是挨了鞭子，只不过在我的求情下少了20鞭。师祖体格强壮，恢复能力强。其实这样的鞭打并不会对烈焰造成太大伤害，但我还是拿了特制的创伤药去房间看他。推门进去，烈焰正一脸郁闷地趴在床上。见是我，他不自然地把脸转了过去，傲娇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将创伤药放在他床头，微微掀开盖子，清新的草木香气传来。鞭子虽然对你伤害不大，但难免留疤。这个创伤药有祛疤作用，我帮你上药吧。不用。烈焰一把抢过创伤药，拍开我的手，不让我碰它。他埋着脑袋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问我：“对了，那个江大少爷，叫我江晨就好。”我温声强调。烈焰嗯了声，不情不愿改口说：“江晨，我只是想问，你今天在宴会上说的话是真的吗？”“我是说你说的人类和兽人平等的那些话。”我嘴角勾起笑意，看着烈焰还没完全恢复人形的尸尾，此时那条尾巴轻轻地晃着，像是在表达对主人的亲近。我的确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愿意的事情。尽管我买下了你，但你依旧是自由的，可以做你自己。烈焰听完我说的话，呆愣愣的。这时候我才发觉，其实他并不像他所表现的那样桀骜不驯，浑身是刺。他卸下戒备的时候，竟然有几分呆呆的可爱。第二天，我从自己房间醒来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仆佣烈焰今天的情况。那仆佣吞吞吐吐半天，最后才说道：“回大少爷，烈焰夫人她今天没逃走。”我抬眉有些惊讶，那他现在何处？话音刚落，房门被推开，一脸别扭的烈焰端着个餐盘进来。餐盘放在桌上，我扫了一眼，煎糊的蛋，半生的牛肉，还有黑乎乎的面包片。这是我给你亲手做的早饭，怎么样，感动不？我笑着夹起蛋咬了一口，违心夸道：“不错。”烈焰露出骄傲神情，坐到我床这边来。我慢悠悠吃着早餐，状似无意地问他：“今天怎么不逃走，还想到给我做早饭了？”烈焰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想起什么伤心的往事。他眼圈红红的，我伸手替他擦了擦，他才悠悠说：“我的2个姐姐，还有我的母亲，都是被人类抓走的，至今生死未卜。我们师族强大，很多人类会把我们抓去收作战力。我从小见过太多受到人类折磨的同类。”他突然加大声音：“我很恨你们，但好像你跟他们不一样。”烈焰转过头来，如火的眼眸望向我：“你没有想伤害过我，对吗？”我轻轻抱住他，轻拍着他的背安抚：“对，我不会伤害你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”温热的泪水滴到我的背上，烈焰声音闷闷地开口问我：“那我还有一件想做的事情。”烈焰说：“
虽然他战斗力强悍，是他这一代师族雌性里最厉害的，但他却不喜欢打打杀杀，是个很爱美的女孩子。我一直好羡慕那些人类女人，可以穿漂亮衣服，戴漂亮饰品。我以前就在想，要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漂漂亮亮的就好了。我听了他孩子气的话，哭笑不得。那还不简单，我带你去买。那天江家大少爷带着赤焰师扫遍了街头巷尾的服饰店，一水儿的打包回了江家。大家都说这江大少爷是被赤焰师迷晕了头了，哪有买了兽人回家不驯化，反而娇养着的道理呢？烈焰彻底对我放下了戒备心，他欢欢喜喜的将那些好看的衣服试了又试，让仆佣搬来镜子，看着镜面里焕然一新的自己。烈焰哭了，要是姐姐们也能有这样好看的裙子穿就好了。江晨，我想他们了。我伸出手拂去他落下的泪珠，如果他们还活着，我会帮你找到他们的。真的吗？烈焰眼神猛然亮了。你真的愿意帮我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愿意的。我郑重点头。烈焰看了我很久，咬了咬唇，他凑近我。江晨，其实你的腿伤并不是不能救了。烈焰为了报答我，告诉了我他们师族一族祖传的疗伤秘术。兽人受伤是常事，我曾见过，有的赤焰师几乎濒死，也被这个秘术救回。但此术在我们师族是绝密，万不可轻易让外族知晓。如今我信任你，愿意帮你疗伤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。我万没想到烈焰会带给我这样的惊喜。上一世他一直和江宇不和，不管怎么打骂用刑，都不愿意配合他分毫。江宇生生看着有烈焰这样一个强大战力，却不能用干着急，所以见到我的白素，既温柔可人，又有一手妙手回春的医术，他羡恨不已。这一世才毫不犹豫抛弃烈焰，选择白素。在他看来，烈焰虽然强大，但是难以驯化，我必定是会吃尽苦头。可江宇怎么懂得兽人跟人一样，是需要将心比心，用爱去感化的。他不能让烈焰臣服，不代表我不能。于是我和烈焰开始了秘密救治。我以腿伤复发为由闭门不出，暂停了以往在江家需要处理的一些生意上的业务。烈焰则搬来我的房间，方便替我医治。师族的疗伤方式非常粗暴，先一寸寸将伤处的筋骨敲碎，再用特殊的草药混合师族的心头血浇灌上去，结痂的同时，下面的骨肉便会一点点长合，但过程痛苦不堪，非常人能忍。那段时间，我的房间夜里经常传出我压抑痛苦的声音。第3天，整个人又显得虚脱无力。仆佣们都在传是我身体不行，还要强行与烈焰欢爱。一次，江宇在白天撞见了来花园透气的我和烈焰，他居高临下看着我嘲笑说：“没听说过男女欢好事，男的比女的叫的还惨的，不行就别白费劲了，安心当个残废吧。”烈焰被江宇的恶言恶语激怒，险些想跟他起冲突，我急忙拉住江宇，哈哈大笑：“烈焰嫂子，你要是觉得我哥不行，也可以来找我呀，不然守活寡多辛苦呀，你说是吧？”烈焰气得发抖，直到江宇走远了，他还在为我愤愤不平。江晨，你不该阻止我打他。我摇摇头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他越是嚣张，到时候摔下来越狠。又过了小半月，我经过每日不间断的医治，双腿已经不需要轮椅，完全能靠着自己站起来了。虽然经络还时常会不畅通，需要烈焰帮我按摩才能舒缓，一次按摩就需得近2小时，但烈焰从不抱怨。我感受着他柔弱无骨的手按摩着双腿。师族一族虽然体格健壮，但雌性大多皮肤白皙细嫩，眼下这样一双手在我已然恢复知觉的双腿游走，我不由心念微动。烈焰察觉到我的忍耐，他耳朵绯红地瞅我一眼。你，我望着他情动，呼吸交缠间，我与他靠更近了些。最后我还是停了下来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压抑着呼吸说，然后笑着看着烈焰红着脸落荒而逃。他可真是算着时间，快到上一世我和江宇命运转折的那次帮派火拼了。如今的江宇体格比起半月之前更加健壮了。上一世白素为我增强体格，兴许是他不愿下手过重，让我死得太早引人怀疑，几乎是1周才进行一次体格加强。但江宇向来自大又性子急切，他上一世吃了亏，重生一次太想要早点将我这个心头大患彻底解决，每日都缠着白素给他做体格加强。现在他整个人高大壮硕无比，比起像人类更像个四肢发达的兽人。但大伯对于江宇的变化无比满意，江家几代没有出过像他这样体格健壮的后代了。对于江家的军火生意而言，有这样一个又威慑力的江家人坐镇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而我还是那般孱弱，江家不少仆佣都说，江小少爷有了白素之后，简直是如虎添翼，下一任家主非他不可。但我明明有烈焰这样一个强悍的赤焰师兽人，却不知道利用，每天只想着裤子里那点事，已经烂泥扶不上墙。这话传到大伯耳朵里，说着无意，听者有意。他对我的失望更深，眼看着就要到了1年1次与黑龙会做生意谈判的时候，他叫来我和江宇，当着我的面说：“江晨，我原本以为你当初让我在玉兽阁为你卖下烈焰，是真的想要有所改变，可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如此，今年和黑龙会的军火交易就交给江宇全权负责，你以后也不用管这部分生意了。”大伯话一落口，江宇却说：“大伯，虽说堂哥是颓废了些，但毕竟也是我江家继承人之一。若是说替换就替换，外人看了岂不是说我们江家不和？
要不这次还是由堂哥主导交易，让我跟着一起。如今我身强体壮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有什么变故也能给堂哥个保障。大伯听闻连连点头，笑着夸他：江宇啊，你是个大度有担当的孩子，知道为家族考虑。眼神看向我的时候，脸冷下来。你听见了吗？看在你弟弟份上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警醒，不要又让我失望。我垂着眼眸点头称是。我那一根筋的大伯那里知道，江宇这哪是兄友弟恭为家族着想，他分明是知道此番前去必然会发生火拼暴乱，他不想自己白白冒险，还让我平安度过。而这一事，在他看来，我没有白素在身旁恢复伤势，说不定会死在这场火拼里，到时候他就能直接坐上家主之位了。交易当天，果然跟上一世一样，黑龙会派来负责交易的人，三句话不合就掏出暗藏的凶器，一把刺向我们带来的人。站在前面的几个打手应声倒地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现场已经血花四溅，一片混乱。江宇毫不惊慌，一步步往后退，也不帮忙，就眼睁睁看着江家带来的人一个个惨死。我所处的位置前面有一个铁板能当做掩体，但我坐在轮椅上，目标较大，很快就被黑龙会的一个打手锁定。他一咬牙，挥着长刀就朝我砍来。江宇离我不远，他眼睁睁看着那人冲向我，邪笑着偏头看着我，做了个口型。我认出他说的话：好堂哥，你就放心的去死吧。江宇做了手脚，上一世尽管负责交易那人叛乱，但跟随他一起叛变的人数并不多。但到了这一世，黑龙会近一半的人都跟江家带的人打了起来，并且有些黑龙会的人明明离江宇很近，但就是不去攻击他，明显是他们私底下达成了什么交易。我心念飞快，想着这些念头划过脑海，也就一瞬。下一瞬，我在那人长刀砍下来之前，双手用力一撑，用力将身下轮椅往后推去，轮椅被扔远，而我直立双腿，傲然站起。事情结束后，众人回到江家祠堂，因为有江家打手的证词，所以江宇辩无可辩。破坏生意，谋害手足是大事。大伯就算以往再偏爱他，这一次也难逃大惩戒。大伯冷着脸，对于江宇的求饶无动于衷。他将目光投向我：江晨，如今既然你已经恢复，那就要担起江家人的责任来。从今天起，江宇以往负责的业务线我都交接给你，你好好干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大伯宣布完，江宇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是夺了他的权，把他当弃子了啊！怒急攻心，一下子吐出一大口血，身体下的经脉一阵鼓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。一旁的我看见白素脸色变了，似乎有些欣喜。看来这些日子里他急着增强体格，让白素有机会给他积累了不少毒。现下这些毒随着他心境大变，一股脑的发出来。黑龙会的事情之后，我便着手开始整理起江宇之前一手负责的生意。整理了账本，才发现这些年他主负责的生意不光没有盈利，反而有好几处大的亏损。为了补上缺口，他一直在经营灰色地带的产业，这也是他将我视作心腹大患的根源。害怕有一天东窗事发，大伯会让我来经手他负责的生意。我将整理好的账目表递给大伯看，大伯震怒，下令将江宇软禁在他的别院，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。而我也趁着大伯信任我，抓紧在生意场上崭露头角。外面以往总爱捧着江小公子的一些富商，听闻我们江家风向变了，开始纷纷给我递来橄榄枝。合作过几次后，一些富商跟我熟络了，由衷夸赞我比起江宇来，做事是沉稳靠谱了不知多少。而在这期间，我也没忘去探病一下我的好弟弟。自从那日他权势被夺，阴谋被揭穿，气急吐血后就病了，并且一病不起，需要白素贴身照顾。我听说白素每日都要喂他喝3碗特制的药汁，据说是能加快康复的，但以我对白素的了解，这药汁怕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果然，我刚走到江宇房间门口，透过虚掩的门缝，就看到江宇脸色铁青，一副要死的样子。白素坐在他的床头，手上端着一碗喝干净的白瓷汤碗，兴许是见江宇熟睡，而房间又一向无人，白素难得露出真实一面。江宇啊，江宇，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人类吗？现在怎么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动了？我们蛇族的秘法还好用吗？看来你到死都不会知道，这份强大是要用命来换啊！哈哈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蛇族为了反抗你们人类，特意研制了这样的药。每条白蛇都知道，强大的力量背后只有死路一条，而你还把它当作强身健体的东西，这就是你们人类捕杀我们的代价，你活该！原来这才是白素一直恨我的理由。他不光恨我，还恨江家，恨所有不把兽人的命当命的人类。我忍不住轻推门而入，屋里的白素听到动静，回头看到是我，如临大敌。江大少爷，你听到了？我缓步靠近他。没关系的，我一直知道。你知道？白素眼睛眯起，神情危险。你从什么时候看破我的？我低声笑道。你开始吧。白素不解地看着我，在他的观念里，我是绝对的恶人，而江家人之所以对他好，全因为他有用。可你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我？他问我的一瞬间，我想了很多。上一世娶白素为妻，他救治我的伤，恢复我的腿，还有后来看似温馨的点滴日常相处。我想我其实并不是真的恨他，设身处地，如果有仇人伤我家人，害我族人，最后还将我掳走，一辈子为奴为婢，
我会不恨吗？人类对兽人的压迫已经是数代积累的历史问题了，仇恨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化解。但错的从来不是兽人，是人类，他们想要的只是自由那么简单。思索间，我瞧见原本应该熟睡的江宇竟然眼睫毛微动，我心下明了，他怕是早早醒了，见我和白素都在，又自知没有还手之力在装睡，于是我用手指了指江宇的眼睫毛，白素立马也注意到异常，她口型问我该怎么办。我笑着拿出早准备好的哑药，本来这包药我今天便要用在江宇身上，没想到还物超所值了。后续我并没有亲自动手，白素替代我用哑药将江宇毒哑。如今他身子不能动，又口不能言，不能辩驳，日常起居又离不得白蛇照顾，没有大伯的命令，怕是死在别院里都出不来。江宇已经彻底失去了跟我竞争的能力，而我在江家一步步站稳脚跟。在江宇死后，从大伯手里正式接过了家主的位置，将江家的军火生意又推向了一个新繁荣，并且在我主管江家后，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兽人的命令，至少在江家能让兽人的权益得到维护。至于白素，江宇死后我就随他心意让他回到蛇族了。临走前他似乎是感应到什么，对我说他做了一个梦，而梦里的她是我的妻子，并且最后他害死了我。我笑笑，都说是梦了，你还在意什么？我猜他也许也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，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我目送着白素离开江家走远，转过头来摸摸身旁烈焰已经显孕的肚子，瞧这孩子这么小就个头大，生出来一定是个大胖小子。烈焰看着我温柔笑着，那就希望他能生在一个人类和兽人能平等相处的世界里吧。